现在还有做什么事情是 S.H.E 这个团当初刚开始的时候，你们一点都不觉得吃力，可是现在做会想说啊，有一点年纪也会有一点累。通告如果上太晚的话，我真的真的啦，我必须承认。是在抱怨我们节目录的时间太晚了吗？没有啦，是没有啦。可是你们现在不是还在住在宿舍，你就不用担心要回去陪老公吗？可是不是陪不陪老公问题，是体力的问题。因为我现在我发现我真的很不能熬夜，然后我一旦熬夜，我大概可能需要3、4天的时间好好来恢复一下这样子，然后所以我就不喜欢就是很累这样。是因为要投入婚姻生活还是？因为我老公之前都要上班呐，然后他都很早起床，然后12点都要睡觉，所以我都会跟着就是一样这样子。所以就已经调整好那个习惯了。所以你就是团体中一直干扰其他团员情绪的人，因为他们两个也许还没有困，你就一直说我好困，我好困，我好紧张。我是为他们好他们因为 Hebe 可能还是在大熬夜吧。他们2个很容易熬夜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听到他说他不能熬夜，你有心里很心酸。而且我在大熬夜，我常常都只睡一点点，然后就去工作啊。然后他明明就睡满8、9个小时，然后一上工差不多化完妆说好累，我差不多要回家了，受不了。这是开玩笑，我就觉得真的是有点不能熬哈。你这个就是已经太习惯于安逸的生活，对工作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冲劲。Selina 呢也会这样吗？我的作息本来就不是太好，可是你大熬的时候，万一你先生已经要休息了，这样 OK 吗？所以他其实有点可怜，因为他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他都要有点蹑手蹑脚，因为只要吵醒我，然后就早期我还会发脾气，现在还好了，现在不会那么发脾气，可是他就有点紧张。可是你现在是不是有在享受可以工作，然后就是即使到很晚你也无所谓，就重新再开始工作的感觉？我觉得目前为止都蛮开心的因为就是我们又住在一起，然后一起工作，然后到目前为止就是都心情都很愉悦，整个是蛮放松的。有想过，比方说 Hebe 自己出专辑的时候，你们有想过说啊，可能我们3个人就是要各自发展自己的工作了，不会再变成一个团体？没有他那个时候你们一直知道你们会恢复为 S.H.E 吗？会啊，会有那样子的。第1张之后，我们有发虚弱，不是没有，不是虚弱之后才虚弱之后才发的。对。现在是老艺人失忆吗？觉得老艺人把我们节目当自己家在聊天。没有，因为他有这个计划，我们本来早就知道了。对啊。可是你们有料到 Hebe 的单飞会成功到这种程度吗？我自己都没有料到因为你这样 Ella 紧接在他后面单飞，就是会有无形的压力啊。但也倒还好啦。Ella 的单飞没有像 Hebe 因为我们的类型也不太那么一样啊。也很成功，只是因为 Hebe 有开创出另外一个风格，他就也很成功吗？我那张 EP 是那一年卖前3名的有排行榜有上。可是因为 Hebe 有开创一个新的文青的形象，我本来就不走文青路线呐，我就是有个人特色。没有啊，你走戏剧路线啊。我们在比较这件事。因为没有我那个，其实我会发那张 EP 也是因为当初我演了那个电影《女孩坏坏》，然后我唱那个主题曲。你演了电影哦？对啊，你不知道我有来宣传有吗？我来宣传2次。你们都在聊别的啦，谁都不记得。一次是新天生一对，一次是那时候应该我应该在什么新天生一对？我怀孕吧那时候。你们是老艺人，你们现在开始。喂，新天生一对是什么电影？我跟仔仔啊，还有朱导啊，小兵。那部电影有你哦。那是你演的吗？有。你是演小孩吗？我是演小孩的。好啦，我记得啦，你2次来我都记得啦。然后陈汉典都有在观察你的电影的脉络。其实我们没有特别去了解啊，我最近在骑脚踏车啊，陈汉典那个他太厉害，我不跟他骑了啊，没有，我是真骑，陈汉典是假骑啊，是啊，我认爸。你没有在乎 Ella 主演的电影的票房吗？你就不把前辈放在心上？你拿我的扇子去抓鼻子，不是，对不起，好过分啊你！不是你新天天对卖的怎么样？好像还不错啊，还不错啊。有超过你的吧？我没有特别去比较。女孩坏坏呢？也卖得不错啊。比爱的面包魂呢？那这种问题你们怎么这样问呢？那请问我们应该怎么样问？因为我没有一个概念，这个也不好回答了。可是陈汉典，你是会派公司的人去追问当日票房吗？没有那时候没有那么疯狂，只是。可能过了大概过1、2个礼拜，你会想要了解一下到底卖。所以你是现在才开始追《爱的面包魂》的票房吗？那也太久了。因为我还记得 Hebe 那时候发片，
他还以新人的身份来上节目，田馥甄来跟别的新人坐在一起上节目。没错，对。然后我们也很忐忑，就想说，也不知道他推出后大家反应会怎么样。你那时候有觉得节目很过分，把你放在新人里面？不会，不止这节目，其实我自己也觉得好像所有的东西都重新来一遍，不管是参加颁奖典礼或者是其他的通告，就是你的心态跟整个状态都会是比较像新人。可是你有没有觉得很神奇？是你现在可以去唱一些比较独立或是文艺那类的演唱会？我很开心啊。对，就是喊出陈绮贞，然后田馥甄，就是变成是跟那种文青歌手在一起，你有觉得很爽吗？就是不会不爽，不会到不爽啊，但是还不错啊，是开心的啊，因为我很喜欢那些歌手，然后也觉得很喜欢那些音乐类型，可以跟他们站在同一个舞台上。我每次都说好开心哦，可以跟比如陈珊妮、张悬在同一个舞台上。可能有人觉得，哎，你少在那边讲那种官方客套话，可是其实是真的我的感受，所以爽吗？应该是还蛮爽的。所以他就是跨入了才女那一块。是啊，而且陈绮贞她也是那种台下的观众啊，因为她自己也会喜欢这样子的音乐风格。那 Ella 跨入了怎么样吗？婚姻的泥沼。我也是。所以是不是结婚后会觉得事业比较没有关系？我觉得会有一个依靠，这是我前天才有跟我老公讲，因为之前就是我们那时候 SH 马不停蹄在忙的时候，只要一休息超过1个礼拜，我就每天闲没事，就会突然觉得我自己一无是处，根本没有办法在社会上谋生，然后就是没有办法，就是觉得该怎么办，就会有点惶恐。可是现在就是没事的话，我也不会觉得这样，因为就觉得再怎么样，我都有老公，我老公可以照顾我。我可以说一件事，然后就陪在老公身边，就是会有一个这样的依靠的感觉。先生有爱听这种话吗？先生应该没有，先生吓到发抖吗？天哪！玩笑，你一无是处，靠在我旁边。坚强，不会。可是我知道他的心情，因为有时候女明星会想说，万一真的演艺事业走不下去，你们就是很爱假想一下那种苦情的生活。因为讲真的，不当明星叫我去做别的事，我也不知道要干嘛哎。可以去端盘子啊。是。卖鞋子好难哦。讲话小心。可是像 Ella 的先生那个原来的工作辞掉之后，你觉得他当时跟 Ella 讲 ，Ella 有没有吓到说想要靠在我旁边啊之类的？我觉得以他现在被爱情冲昏头的程度，他应该还没有想到这个层面。本来是打算是休，就是有一段时间，可是休到他就是他 OK 为止这样。可是我完全不会给他压力，也不会怎么样。那如果说他接下来要进入演艺圈呢？是。那如果他真的很有兴趣的话，我也不会阻止他。他如果说北，你帮我跟华研谈谈看，我可不可以出一张个人的专辑或 EP？ 我会说你要的话就自己去谈。我自己认为啦，就是2个人结婚，每个人的事业跟经济其实要就是互相独立的。因为我不想去干涉他。我们制作人 B2 有收到你先生来敲通告。是。你少来。他就说我是 Ella 先生，我要来上节目。感恩。你屁乱讲，怎么可能？所以我们压力。我刚刚叫他来探班，他说不要会被拍。真的，他已经排了来介绍马来西亚的食物啊。是那一集我扮阿迪斯。是。好会说话。批评讲话超直白，大人格却意外中箭了。那你们3个私下相聚还会讨论演艺圈有哪些男生让你们觉得动心的吗？我很爱就是提供人给他的选择，张孝全跟陈柏霖，就类似对，这2个你选得出来吗？因为我有看那个李大人，所以我会选陈柏霖。可是没有什么热切的回应，因为他私底下跟李大人根本不一样。